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4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2023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吗？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鼓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全球生活成本上升和金融状况收紧造成的损失，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大幅下调他们的预期。国际金融研究所 IIF 是一个全球金融业协会，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向全球警告经济衰退的风险。由于新的令人不安的数据，使这一警告成为可能。IIF 预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的新冠疫情封锁将导致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持平。美国的快速放缓将全球经济预测从接近零增长向彻底的收缩推进。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衰退，消费者信心已经暴跌。2010年以来，实际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大幅上升。欧洲数据疲软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除了2020年的急剧下降外，德国的工厂订单已降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德国消费者信心已跌破了最初的 COVID 冲击水平。IIF 预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Omicron 病毒的传播。与2020年的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不同，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的疲软周期似乎将被拉长。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加剧，中国不太可能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彭博社报道，野村控股公司的分析师认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将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同步增长放缓，这意味着各国不能再依赖出口反弹来增长。加拿大统计局发布初步估计，5月份 GDP 收缩 0.2%时，加拿大经济正在失去动力。凯投宏观的 Steven Brown 表示，这一疲软部分源于当月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暂时影响，但放缓也反映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冲击。5月份房屋销售比上个月下降了 9%， 使 GDP 下降了 0.1%。由于6月份的商业调查也显示出更广泛的丧失增长动力，经济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更早放缓。德勤加拿大首席经济学家 Craig Alexander 认为，更有可能出现一段滞胀时期，即增长放缓，但通胀率保持相对较高。德勤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放缓的几率为 60%， 经济衰退的几率为 40%。经济衰退可能是心理事件。自我实现的预言发生在每个人都预计经济衰退并表现得好像会发生衰退时。如果真的出现经济衰退，加拿大可能会陷入糟糕的境地。野村分析师表示，如果利率上升引发房地产泡沫破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将面临更深层次衰退的风险。对于美国来说，从今年最新一个季度的数据显示，长期的衰退已经开始。10亿中国公民个人记录真被黑客窃取了吗？一名黑客声称已经从上海警方数据库获得了10亿中国公民的大量个人信息。技术专家表示，如果这是真的，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这名被确定为 ChinaDan 的匿名互联网用户，上周在黑客论坛 Break Forums 上发帖，提出以10个比特币出售超过23 TB 的数据，相当于约20万美元。2022年，上海国家警察 SHGA 数据库被泄露，该数据库包含许多 TB 的数据和有关数十亿中国公民的信息。泄露的数据内容包含病历记录、姓名、地址、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所有犯罪及案件细节。路透社无法核实该帖子的真实性。周一，上海政府和公安部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路透社也无法联系到自称黑客的 ChinaDan。周末，该帖子在中国微博和微信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广泛讨论，许多用户担心它可能是真的。
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 Trivium China 的技术政策研究主管 Kendra Schaefer 在 Twitter 上一篇文章中表示，很难从谣言工厂中分析真相。如果黑客声称的材料来自公安部，那么由于多种原因，这将是一件坏事。周一，全球最大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安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表示，在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威胁情报检测到在暗网上出售属于亚洲国家10亿居民的记录后，加密货币交易所加强了用户验证流程。他在 Twitter 上表示，由于政府机构在 Elasticsearch 部署中的错误，可能会发生泄露，但没有说他是否指的是上海警方的案件。他没有立即回应进一步评论的请求。由于公众抱怨科技巨头公司管理不善和滥用客户数据，中国已决心改善对在线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和数据安全管理。去年，中国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了如何处理在其境内产生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普京宣布卢甘斯克战役获得胜利。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取得胜利。此前一天，乌克兰军队撤出了该省最后剩余的抵抗部队。普京表示，参加解放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部队应该得到休息。普京说，在卢甘斯克方向参战并取胜的部队当然应该休息，增强自己的作战能力。早些时候，国防部长绍伊古向总统普京报告称，解放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已成功完成。绍伊古称，在2周时间内，乌军共损失5469人，共摧毁乌方196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12架飞机和1架直升机。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普京总统称，行动目标是保护在8年时间内遭受基辅政权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为此，据其称，计划进行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将所有在顿巴斯对平民犯下流血罪行的战犯绳之以法。此前，乌克兰军方证实，其部队已于周日从 Lysychansk 撤出。卢甘斯克州长 Serhiy Haidai 周一表示，乌克兰军队已从该市撤退，以避免被包围。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军队现在正集中精力向顿涅茨克地区的西维尔斯克、费多里夫卡和巴赫穆特县推进，其中约一半由俄罗斯控制。俄罗斯军队还加强了对顿涅茨克纵深地区的乌克兰主要据点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占领整个顿巴斯作为乌克兰战争的关键目标。该战争现已进入第5个月。本次胜利是俄罗斯取得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中俄将共同抗击北约帝国的野心吗？上周，北约推出的未来新蓝图中提到中国时毫不隐晦。他把中国宣布为系统性挑战，并在使命宣言中首次批评性地提到中国，指责中国的政策是强制性的，网络行动是恶意的，言论是对抗性的。北约还妄称，中国政府正在与俄罗斯一起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做法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北约的强硬宣言使中国愈加相信，在美国授意下的北约国家正在被利用，并一心阻碍其崛起的事实。北约国家同时准备对中俄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做出反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马德里峰会期间讨论了此议题。据他介绍，北约国家领导人在最后会议上研究了俄罗斯和中国如何在中东、萨赫勒地区以及北非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北约秘书长说道，莫斯科和北京为推动自己的利益，正使用经济和混合式措施。我们讨论了面对如此全球性挑战如何行动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北约在本地区伙伴加强支持力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青海就北约峰会声明指出，欧洲人深入干预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时代，通常是这些地区经济下滑、民生艰难、冲突加剧的时代。西方帝国主义以暴力为后盾，
抢占当地土地，强行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大力开采非洲的矿产资源，推销西方廉价工业品，使得非洲本地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殖民统治下逐渐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引发当地治安恶化，冲突加剧。20世纪50、6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独立，欧洲殖民者又通过划分边界，制造宗教和族群矛盾，挑唆边境争端，制定统治政策，对非洲的国家建构施加深刻负面影响。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又利用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进一步恶化了非洲的经济形势。这些对非洲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深刻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也是非洲冲突频发的根本原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师生见面时指出，北约企图将自己的利益区扩大到全球范畴。他说，北约已不再隐瞒，下一道防线将是中国南海。外长还提醒到，北约马德里文件中将中国看成是主要的、系统性的长期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殷红说，这非常严重。北约从全球的角度把中国界定为对手，而不只是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而且是在一份正式文件中提出。在北约宣言面前，北京不仅毫不退让，反而发出了将坚定强硬安全方针的信号，包括将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官员对北约发出了愤怒谴责，指责其用冷战手法遏制中国。上周三，中国驻欧盟使团的一位未具名发言人指责北约挑动对抗，并郑重宣布会进行坚决有力回击。该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北约的使命宣言声称别国带来挑战，实际上恰恰是北约自己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上周四，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评论，指责美国将北约推上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轨道，美国打着遏华、削俄、损欧一石三鸟的意图。面对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这些举动是拜登政府持续加强全球联盟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去年已宣布，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建立一个由10几个亚太国家组成的新经济框架，加强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美国组成的所谓四方联盟。有些北约成员国一直不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是欧盟的第2大贸易伙伴，在德国作为经济巨大引擎的汽车工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北约宣言引发了北约是否会在太平洋地区事务上卷入未来争端的问题。华盛顿使听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未来中国的作战计划或安全将不仅要考虑美国作为潜在敌人的问题，还会将北约纳入考虑范围。中国警告，4个亚太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北约峰会是迈向创建亚洲版北约的一步。环球时报社评写道，对任何亚太国家来说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而且这势必伤害与中国的战略互信，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冷战的污水绝不能流入太平洋。北约国家的一些官员对于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了不安，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上个月，德国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严斯·普洛特纳警告，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只会让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但北约在其使命宣言中警告，中国试图利用北约成员国内部这种分歧的企图不会被忽视。上个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时宣称，中国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合作伙伴。他把中国的做法与西方国家的集团政治、零和博弈进行了对比。他呼吁各国加入到中国提出的新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中来。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
下期不见不散哦。